停止追求所谓的松弛感吧，那正是让你内耗到窒息的元凶。妙，说实话会被推订阅的我丧目。没关系，真相通常很刺耳。如果你发现自己每天都在努力，表现得不累，其实你已经在心理学的陷阱里交了双倍的智商税。今天这期我们要撕开3种让你越活越累的隐性内耗，最后一个保证你现在就在做。第一种内耗叫做完美准备强迫症。你以为你在学习，其实你只是在用囤积资讯来缓解对现实的无能为力。你的书单越来越长，课程越买越多，笔记越做越厚，但真正需要你行动的那一刻，你总是觉得我好像还没准备好。就像那些买了心理学线上课，点开第1章就觉得自己快背就输了，然后就没有然后了。这不是你懒，这在心理学上有个名字，叫做认知闭合需求的延迟。你的大脑为了逃避行动可能带来的失败风险，不断输出我还没准备好这个假讯号，让你永远站在起跑线上，却从来不开跑。更残酷的是，每一次囤积资讯，大脑都会释放微量的多巴胺，让你感觉良好。所以你以为你在进步，其实你只是上瘾了。第二种内耗更残酷，而且几乎每个人都中招过。你正在拿别人的精选集去对比自己的真实后台。什么意思？社交媒体上的每个人都在展示他们最松弛的一面。那杯咖啡拍了20张，那句最近状态很好，背后可能刚哭完。那个看起来从容不迫的人，你不知道他光是选用哪个滤镜就纠结了15分钟。但你在深夜崩溃的时候，看的是他们的成品，然后你开始责备自己，我为什么没办法像他们一样优雅？这种比较本身就是一种认知扭曲，心理学称之为社会比较偏误。你永远在用自己的低谷对比别人刻意呈现的高光，而且越比越觉得自己是那个最不正常的人。对，因为所有人都在藏着自己的后台，包括你。所以你看到的世界根本就是一场所有人联手演出的滤镜秀。其实真正的累不是因为你事情太多，而是因为你花了2倍的力气去假装自己很松弛。说个很荒谬的事，在我开始做这个频道的前几个月，是我人生低谷最深的时候。那本来应该是一个步入稳定的阶段，结果我的职涯突然起伏不定，整个人对自己充满了怀疑。我一边觉得怀才不遇，良禽择不了好木，一边又在反思是不是我自己有问题。这2种声音每天在我脑子里打架，1秒都没停过。而我的应对方式呢，是3天2头研究情绪管理、内耗理论、边界感，甚至对着镜子练习松弛的表情。你没有听错，我在练习看起来不刻意。然后我才发现，学心理学有一个最深的陷阱，就是你开始用心理学的术语更精准地苛责自己。你连认知重建都做不好，你连自我接纳都在表演。这种更高级的自我批判，是一种连自己都察觉不到的内耗。而我在这整段时间里，在所有人面前，依然在扮演那个阳光开朗的我，因为我必须否定那个充满挫折的自己，才有办法继续站在人前。那种感觉就像穿着笑脸面具跑马拉松，跑得很卖力，但每一步都在消耗你根本没有的能量。好，说到这里，你可能在等第3种内耗。第3种就是刚才这个，你把假装松弛当成了修炼松弛的方法。真正的松弛感不是一种状态，不是一个你练好了就能展示的姿态，它是一种权利，是你敢于在众人面前表现得不完美的权利。心理学有个概念叫心理安全感，它不是你没有恐惧，
而是你知道，就算恐惧暴露了，你也不会因此崩溃。所以真正的解决方式不是再找一套方法让自己更松弛，而是接受你现在的紧绷，承认它在，然后不要再为紧绷本身感到羞耻。简单来说，就是别装了，毛都砍累了。那么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，不用回答我，先问你自己：你在生活里哪一个瞬间让你觉得伪装的最累？是职场上的强颜欢笑，还是对家人的报喜不报忧？还是像我一样对着镜子练习一个自己根本不相信的表情？在评论区告诉我，我会挑几个深刻的故事，在未来的影片里和你单独聊聊。